你渴望的不是改变命运，而是看见自己早已值得。你总以为人生还要再努力一点，命运才会转弯，幸福才会靠近。你告诉自己，还不够好，还不够聪明，还不够稳定，所以你拼命追赶，怕慢下来就会落后，怕静下来就会被看见不够完美的那一面。但事实是，你追的从来不是命运，你想改变的是那个对自己不够肯定的眼神。你把外在当作证明，你想透过关系证明自己值得被爱，想透过成就证明自己有价值。可是你越是努力想变得更好，就越容易忽略了，你其实一直都很好。你不是不够，只是一直没有真正看见自己。那个总是倾听别人、照顾别人，却很少温柔看待自己的你，其实早就累了，只是还不敢停下来。你渴望改变命运，但命运从未真的对你关上门，它只是等你回头看看，你原来早就配的爱，配的自由，配的被无条件接纳。但你要先学会，不再透过努力证明自己有资格，而是开始练习，静静的相信自己就是答案。你会发现，当你愿意对自己说“我值得”，世界的节奏也开始转变。那些你曾觉得遥不可及的愿望，不是终于到来，而是你终于允许他们靠近。因为你愿意承认，自己不需要再改变什么，才配拥有一切。这一切从来不是交换，是对齐。当你从匮乏的频率中走出来，当你开始认真相信，你就是足够的、完整的，那股内在的能量便会召唤出不同的未来。这不是奇迹，这是你灵魂的自然回应。命运不需要被改变，它会顺着你内在的选择慢慢展开。而你真正渴望的不是结果，是那个可以拥抱自己，也不再怀疑自己的你。当你肯定自己的价值，你的人生就会开始流动，不是因为你做对了什么，而是你终于看见，我原来早已值得。现在，我允许一切发生。你以为的失去，其实是宇宙为你清出空间。有些人离开了，有些事停摆了，有些梦碎了声响，像天崩地裂，让你措手不及。你哭了，你问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是不是还不够好？是不是又一次被命运抛下？你紧握过去的片段，像紧抓一艘已经沉没的船，不愿松手，怕一放开就什么都没了。但你没看见，宇宙其实早就轻轻抚过你眉心，低语着，我正在为你腾出更大的地方。你失去的不是该留下的，而是在不适合你继续成长的旧壳。那些让你痛的结束，不是生命的终点，而是新的空白页，正准备写入全新的故事。你经历的空虚，不是惩罚，而是过程，是你成为另一个版本自己前必须经过的转化。宇宙不会拿走什么，除非他准备给你更多，只是他在等待你放下手中的旧碎片，才能递上新的完整。
所以当你感觉一无所有的时候，请别急着填补，请容许自己停留在那份空白里，容许寂静，容许脆弱，容许未知。因为正是在那样的片刻，你才真正开始与自己对话，才开始看见内在的声音，那个曾被忙碌与期盼掩盖的你。你不是失去了方向，你只是被重新校准。你不是被世界遗忘，你只是被温柔地带回新的中心。宇宙从来没有错误的安排，它只是以我们难以理解的方式，替我们挪走那些不再需要的，好让真正对齐的来到。你不需要急着让空白填满，你需要的是相信，这份空间正在为你准备真正值得的丰盛。当你学会不再惧怕失去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原来你曾用力保留的，竟然如此狭小，而宇宙想给你的，比你想象的大得多得多。所以请深呼吸，请放手，请对那份空出来的未知说声谢谢，因为那不是结束，而是一种重生的开始。你以为的失去，其实是宇宙为你清出爱的空间，自由的空间，未来的空间。宇宙的语言不说话，只共振。它没有语句，没有承诺，没有肯定的回答，却一直在说话，一直在对你回应。它透过一阵风吹过你的脸颊，透过一首刚好响起的音乐，透过你莫名的感动，难以言喻的心动，说你正在靠近了。它从不大声，从不急促，因为它知道，真正的理解来自你愿不愿意静下来听。你以为沟通是说出口，但宇宙只在震动里回应。它感知你的想法，你的情绪，你的信念，不需翻译，只需对齐。你越焦急，它越静默；你越信任，它越涌动。你问他：我会成功吗？他不给你答案，他只是观察你是否已活在成功的能量里。你问他：他会爱我吗？他不告诉你未来，他只是震动着你此刻的自我感受。你是否已成为那个能胜在爱的人？你以为宇宙会给你回应的方式是结果，但它给的是频率，是你内在的状态，吸引了什么样的显化。如果你渴望丰盛，你要先与丰盛的感受共振；如果你渴望自由，你要先在意识里放下控制。宇宙不讲条件，也不计较过去，它只在你现在是谁中反映现实。它没有评断，它没有情绪，它只是镜子，清晰地映照你发出的讯号。所以当你感觉卡住，不是宇宙堵住了你，而是你正在发出一种无法流动的频率。当你内在对齐，没有怀疑，没有挣扎，没有恐惧，宇宙便会开始流动，开始安排，开始回应。那不是语言的速度，是能量的流动。所以不要再向外找答案了，不要再问何时会到来，也不要再怀疑你是否值得。你唯一需要做的是安静下来，感受此刻的你是否已与你的渴望对齐。如果你已经是爱，爱就会出现；如果你已经是光，光就会靠近。
宇宙无需说出口，因为它知道，灵魂之间只需一场共振，便足以沟通万语千言。当你开始爱自己，整个宇宙都会响应你的爱。这句话，你或许听过无数次，但你是否真正相信过？光是爱自己，就足以改变一切。曾经的你，总是把爱往外找，希望有人看见你，理解你，给你足够的肯定。你以为只要别人爱你，你就能感受到自己有价值，你就能安心地活着。于是你努力讨好，努力迎合，努力在每段关系里证明自己。但无论多努力，心里那个空洞依然存在，你总觉得少了点什么，像怎么也填不满的黑洞，永远在渴望，在索求，却得不到真正的回应。直到有一天，你停下脚步，你累了，不再想从外面拿到答案，你开始往内走，开始一点一滴的学习去看见自己。你开始问，如果没有人肯定我，我还愿意爱自己吗？如果没有掌声，没有期待的回应，我还能不责怪，不否定，不遗弃自己吗？那是一段艰难的旅程，但也是你与灵魂真正相遇的起点。当你开始对自己温柔，当你开始不再强迫自己表现得更好，当你允许自己不完美，那股爱的能量就开始从你体内涌出，不是大张旗鼓，不是热烈奔放，而是一种安静的光，在你生活的每个角落扩散。你说的话变柔了，眼神变温了，走路的姿态都轻盈了。你不再急着证明什么，你只专注于活成自己想成为的样子。你不再等人给你爱，因为你自己已经成为那个爱的源头。奇妙的是，当你这样做时，宇宙也开始回应你。你开始遇见真正欣赏你的人，开始收到意想不到的帮助与支持，开始在生活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流动。不是因为你做对了什么，而是你终于相信，你值得，你值得爱，不需要理由，不需要过程，只因为你存在。当你爱自己，整个宇宙都能感应到那个频率，它开始用同样的爱回报你。你不再是匮乏的磁场，你变成丰盛的泉源。你不再是等待被选择的人，你开始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宇宙共振。所以请记得，爱自己不是口号，是你每天愿不愿意站在自己这一边的选择。不是当你变得更好才配的，而是因为你本来就值得。现在，你只需要允许自己看见，当你真的开始爱自己，整个宇宙会用各种方式响应你发出的这份爱。当我不再讨好世界，真正的我才开始闪耀。我曾经以为，如果我够温柔，够贴心，够体谅，这个世界就会给我一个位置。我学会了观察别人的表情，揣测他们的需求，在沉默中拼命让自己变成应该是的样子。我微笑，即使心里不舒服；我配合，即使那不是真正的选择。我不敢说不要，我不敢说我想要，因为我怕，
一旦我做自己，就没人会留下来。我以为只有被喜欢，我才有资格存在。但在这样的日子里，我愈来愈不像自己，愈来愈累，愈来愈失去方向。我站在人群里，却觉得自己透明，被看见的从来不是我，只是一个拼凑出来的角色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那种疲惫不是肉体的，而是一种灵魂深处的倦怠，像被压抑太久的声音，终于不想再压低音量。我开始退后，不再急着回应所有期待。我开始问自己，如果没有人看着，我会是谁？一开始我很害怕，怕失去连结，怕被贴上自私、冷漠的标签。但当我真正静下来，我发现了一件事，那些我试图讨好的关系，从来就不是建立在真实之上。那些肯定、称赞、认可，如果不是给真实的我，那他们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？我开始一点一滴地说出我的感受，说我不想，说我需要休息，说这不是我想要的路。我不是变坏了，我只是终于选择为自己站出来。奇迹就是从这里开始发生。我以为会失去世界，却在这样的过程里，真正开始遇见对的人，真正开始靠近真正的自己。我的能量不再分散，不再耗损在取悦与揣测之间，而是开始集中在我真心想活出的版本里。我不再活给谁看，不再委屈自己来交换一点爱。我开始爱上那个有情绪、有想法、有界限、有渴望的我。原来，当我停止讨好世界，那个一直被压抑的光，终于得以照亮。我开始闪耀，不是因为我更完美，而是因为我更真实。这份光不刺眼，却有力量。这份光不是取悦得来的，是我允许自己做自己的结果。当我愿意站在自己这一边，整个宇宙都开始为我让路。不是因为我改变了世界，而是我终于选择不再离开自己。你不是不够好，只是还没允许自己相信。你习惯怀疑自己，习惯把成功归功于运气，把失败归咎于不够好。你走进一段关系，总是先想着自己会不会太多，会不会太慢、太吵、太黏。你下意识地收敛、调整、退让，只为了不要成为太过的那个人。你站在众人面前，即使已经做得很好，还是忍不住紧张，担心别人不认同，担心自己不够资格被看见。你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努力，你只是还没学会允许自己真正相信，我其实很好。我们总以为要变得更好才值得相信自己，但其实是先相信自己，我们才能真正绽放。当你愿意相信你已经够好，你会发现整个世界的镜子都在变。你开始感受到不再需要假装，不再需要证明。你开始自在地呼吸，自在地活出你真实的样子。不是因为你完美，而是因为你接纳了自己。带着缺口，
却仍然值得被爱。你的内在有一道门，不是别人锁上的，是你自己在某个时刻轻轻关上的。那扇门背后，藏着你所有的光、潜能与温柔。你只需要允许它打开，允许自己相信，我不需要更好，就已经足够。相信不是骄傲，是一种选择，是一种不再与自己为敌的温柔姿态。当你选择相信，你会发现爱变得容易，成功变得自然，丰盛也悄悄流入生活。因为宇宙一直在等待你认出自己的价值，它才有机会把你渴望的一切带到你眼前。真正的转变，从不是外在发生了什么，而是你终于开始说：是的，我值得，我愿意，我相信。那一刻起，你就不再是等待爱的人，你成为爱的源头，照亮自己的路，也温暖了整个世界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，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